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不了解自己是一个保护意识。我相信很多人会啊，就是有时候自己做错就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笨，是因为我们会忍不住要讲这些话，但是你讲完了，你一天下来之后，你有没有好好跟自己和解？还是会有人不想要去明白自己，去了解自己，蛮痛苦的。有时候要将我们这么多年保护起来的这个保护层一层一层，对。陈慧甜吗？欢迎收听陈慧甜吗？有没有发现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的 podcast 呢已经录了很多集了，因为我平时是一个比较3分钟热度的人嘛，然后可能录一下就觉得累了就不录了，但是做 podcast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还蛮坚持的，因为你给了我力量。好啦，如果呢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都可以留言给我。如果你是用 Spotify 来收听陈慧甜吗，你看到下面有一个 Q&A， 那边就是可以留言给我的，或者呢是上到我的 YouTube 就是 Orange 陈慧甜，那里呢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给我哦。那我们录了这么多集，其实今天这一集呢是我自己私心非常想要了解的一块，因为我发现呢其实在这1-2年大家都很想要了解自己多一些，所以呢特别去留意什么MBTI 啊对不起 MBTI， 还有就是那个人类图啦、星座啦，甚至是今天这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我们可以从面相了解一个人，我们今天要从声音下手，所以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情绪工程师 Logan 来到我们的陈慧甜吗？ Logan 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情绪工程师？情绪工程师他蛮新了，在这个市场上我们是以科技的方式去了解一个人的情绪，还是你讲的是录音一个声音来得到这一个资料，然后透过这个资料呢，我们可以去找到根源，然后可以找到方案，就好像工程师这么样。因为其实我也是做过这个测试，但是我想要给大家更完整的了解录音是怎么样录音的方式呢？然后它是又透过怎样的一个 system， 是从哪里来的一个 system， 然后可以分析到我们的声音。首先我们一定要是一个安静的房间嘛，因为我们要的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声音，那声音里面有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的频率，就是我们的 vibration。所以呢就好像你说这个科技呢，它其实是从欧美那边来的，它已经是有30多年的历史了，它来到马来西亚也进来4年罢了。OK， 所以它就是透过就是分析我们的那个 vibration 来看我们当下情绪好不好，可是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对不对？因为我的那个 report 我到今天我还没有完完整整的去听完，因为它是分析一个很长很长的很多层次很多层面的一个报告来的。要不要来讲一下除了情绪，它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压力，它可以了解一个人的那个模式，就说他的 pattern，要快啊慢啊，急性子或者是慢郎中，对，或者是还是比较喜欢先想先还是先做先我们都可以看到。会有没有拖延症？其实一个人没有什么拖延症的是吗？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劲去做那个东西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好像拖延症的这个症状。那其实如果你很喜欢做一个东西，我们就没有那个拖延症的这个症状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找出到底我们有多喜欢那样东西。对，我们这个报告也可以分析出来。我很好奇耶，为什么了解情绪还有了解自己这么重要？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你看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一个拖延症，那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我们就是有拖延症，或者就是你看他每天发脾气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去定义一个人，但是我们没有深入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发脾气，为什么心情会不好，对，这样子。对。可是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其实很会避开去了解自己更重要的一个面向是什么？我们人都会一直想要让自己舒服，所以呢很多时候那些不面对自己的，它其实是一个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因为当我们不去触碰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比较舒服。那可是这个方式呢，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低级的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暂时性的方法。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不了解自己是一个保护意识，我只是以为他嫌麻烦，
就放这，我没有空啊，我要做的工作更重要。原来它也是属于算是一个保护机制哦。对，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是不会想要让我们长期在痛苦的一个状态。有些时候当我们不喜欢一个东西，或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一般上我们可以放去一边先。当我们放了一边，我们不去想的时候，反而舒服了，那就爱上了这个舒服的感觉，就不去触碰它。这样如果这个东西不影响我们的生活，那它可以有时候可以带了几十年都没问题。那有些人呢，他这些东西他触碰的就是他的感情啊，或者是工作啊，那他就一直造成很多问题。他就一直好像为什么我一直面对同样的问题走不出来，然后或者一直陷入一个漩涡里面，对，他一直没有办法改变。可能他就需要透过一些像比如说这个情绪工程来了解自己，然后把这个问题改善一下。其实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工作？你一开始就是念这个科系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开始呢？因为我也就是好像你说的那一种，在一个状态里面，有时候不去面对一些问题，但不面对的时候呢，它就延伸到它影响了我的工作。你一开始是做什么工作？蛮多的。如果你说一开始我是一个工程师，一开始是工程师，工程师赚很多钱的嘛，是大家羡慕的工作，可能就觉得哇，因为你知道要读到一个 level 你才可以有办法做工程师，不是随便就能的嘛。到底你在工作的时候面对了什么问题，会让你陷入一个困境然后改变？那我发觉当我去到一个高峰或一个顶点的时候，整个工作的 performance 它会下滑，它的感觉就好像我好像在害怕一些东西怎么样。除了做工程师，我也有曾经做过bank loan， 跳很远呢。我不明白，等一下为什么会从工程师跳去 bank loan？ 那个时候因为我一直觉得对住机器跟自己在一个空间，我觉得不开心，没有那个满足的感觉。那我也是一直在寻找自己，然后就发觉想要去面对人，可是就没有一个机会，就想到倒不如去尝试一个 sales 的工。你想要去跟人来做一个沟通，而不想只是面对机器。对。然后你在银行又面对了什么问题呢？所以在银行的时候呢，就曾经有试过一次，就有做到一个很大的那个 loan amount，10多年前吧。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拿到了一个5.多 million 的一个 loan， 很好啊。对，所以在那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整年的 target 已经 hit 完了。可是过后呢，就开始你自己没有去cold call 啊，没有去做东西的。所以这一个呢，过后我一直以为是不是自己的性格的问题，所以呢，我就一直去寻找答案，上课啦，甚至去了玄学也去了解自己的八字啦，这些东西。所以走下到最后还是找不到为什么这一个循环一直会来。因为其实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能力可以做到很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陷入同样的那个困难里面。是到我走到这里，我发觉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害怕失败，再害怕成功，加上害怕被批评。等一下，害怕失败我知道，但害怕成功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呢？听起来好像很神奇这3个害怕其实我们听起来它是息息相关的。首先害怕失败是我们怕做不好嘛。那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呢，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直要保持这个状态呢？我们有办法每次都是在顶点吗？我们有办法都是考100分吗？你就要很努力的一直维持啊。当我们一直努力维持的时候，我们会累嘛。那为什么一直要保持这个状态呢？因为第3个害怕就是很怕被批评。那其实最大的批评都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一把声音批评，就自己给自己的一个 judgment。 对，所以它变成了这3个状态一直循环。你是因为接触了这个之后你才知道你有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对。所以是在什么机缘巧合之下让你遇到了这个情绪工程？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在做sanitizing， 在帮人家做消毒，对。是在 MCO 期间吗？还是就是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了？疫情还没开始的时候。哎呦，给你赚到了咯。疫情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刚好就被入进去了这个行业。对啊，而且准备好了，然后疫情来你就可以帮忙消毒对。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个顶啊，可是还是会很多这些害怕出现。就刚巧我们就在一个生意平台我们去交换自己的 contact networking 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这一个科技。所以那时候
我也想要问他，你录音吗？是不是很多人过去你的地方啊？这样需不需要消毒啊？刚好那时候他也是说，你来了，你来看看我们的地方，顺便我给你去测验。那时候是很新嘛，可能我为了要做生意，当然是过去看看嘛。所以那时候呢，我录了音过后我的声音没有做到，反正他做到我的声音。而且你还变他的一份子哎。对对对。OK， 所以你当时你听到他整个分析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刚认识这个人才不到2天，然后我们还是在 business 的那一个 setting，所以我们都是很 professional 的，很少会提到这些里面的东西嘛。那一去到的时候，我们录音，我也是很怀疑，半信半疑，真的假的？对对，听我的声音，你就可以分析我的一切。因为我是工程师嘛，我的 practice 都是逻辑的，所以我一定会去思考，然后不用紧尝试嘛。可是他突然间告诉我，你最近是不是很伤心？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说？我都没有跟你讲。我就很生气，为什么呢？然后他就翻去了一面，那一面呢，他说他是印成是英文的，他就写 sad easily in tears， 就是说伤心很容易流泪。我一看到的时候呢，我整个人吓到，因为这个只有我自己在内在里面懂的。我一直觉得为什么我的生活一直这样上上下下，东西来了我还是很怕的去面对，所以我一直找不到答案。所以其实那个状态确实是很伤心的。OK， 所以那个就开启了你加入了这个情绪工程的那个篇章。那我就很好奇了，我们的这个情绪工程它是透过我们的声音来分析，所以它是分析多少个大项目呢？这个科技它会先做我们叫做核心的情绪，核心情绪，因为我们很多情绪，核心情绪是说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影响这个人最多的，就是那个核心情绪。OK， 可是这个核心情绪呢，它不常出来的，它是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潜意识里面收着的，搞不好那这个人本身也不知道的。对，很多时候呢，它会出来的时候，当时我们被挑拨了，或者被 trigger 了，它才会出来的。就打个比方，一个人他可以是好好的，可是突然间你讲你邀请他上台，前面有100个人，他突然间说不出话了。或者是他可能不只是说不出话，他是突然间发怒。你可能旁边人会吓到说，平时他不是这样子的，我只是叫他上台，他干嘛发怒？对，他就是 trigger 到他原本潜在的那个意识那边。对，我们的大脑，当我们进入了这一个被吓到的模式或者保护模式，还会有打、逃或者僵。所以刚才你讲的发怒就是打的模式，有一个是逃，就是我不要，什么都不要。僵就是上得去的时候，一直说不出话。这就是那个模式。除了了解情绪，刚才还有讲到那个压力嘛？对，压力。然后我们最后的一面我们会说到一个叫做情绪的蓝图。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核心情绪嘛。这个核心情绪，它即使在这个人的生活上造成他很大的情绪，这个科技它都可以陆续找出来。连在可能就是你小时候1岁到3岁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影响到你现在的那个核心情绪，它都可以分析出来。还有一个我记得你讲过一个，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 pattern， 因为他大概有给我了解到我是怎样的。我就是一个自己会有很多烦恼，然后很焦虑，但是我又可以自我安慰的一个脑袋。我们叫做情感处理。情感处理这个叫。对，所以你的左右脑你都可以去处理掉这个事情。而有些人他是会偏压制型，有些人是偏过想的。那你的就是我们可以叫做去自我去调节。调节能力还不错这样子。但可是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有可能这样长期这样它可能也是会导致到很容易那个我们叫做自我合理化，就是很多事情我的脑袋帮我理所当然化了。但这样子也不是太好。所以应该什么东西都要拿捏平衡呢。对。可是也不是很容易嘞，拿捏平衡这件事情。对。那我又有好奇了，谁会来做这个情绪工程呢？在这个3到4年里面我面对的真是很多不同层次的人都有。他们都会想要面对的就是我想要去明白自己。那我曾经有遇到的一些客户是好像掉入了忧郁，他觉得他自己忧郁，可是他还没，就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被诈骗了。那其实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呢，他自己意识到其实他再做多几年，其实他也是可以赚回那笔钱。
可是当下的时候就是这些情绪捉住。所以他想要自己来剖析一下，到底我的情绪还夹杂了什么东西在内。很多人他们只是觉得我不舒服，可是他不懂为什么讲不出来。对，这真的，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比较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什么好讲不出的，就你把不开心讲出来就好了。但其实这个不开心，因为我们人长大了比较复杂，这不开心不是说我开口就可以，有时候还可能顾及面子。我们可能自己会觉得没有啦，我没有在顾，但是其实有，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一时解开，就好像我们的那个线啊缠绕在一起，你要解开都不容易，就是因为这样子才需要有一个管道来帮忙。那除了就是有很不开心被诈骗的这个 case， 有没有说好像有情侣啊，或者是有爸爸和小孩，妈妈和小孩，或者是夫妻这样子？这个很多，比如说像伴侣嘛，很多时候的吵架呢，很多都是因为误解，或者是没办法将自己内在想要的东西说出来，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懂自己要什么。不清楚啦。对啊，就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可是又说不出来，那么就以为是这一个事件导致到他这个不舒服，可是很多时候不是这么严重的，所以就产生很多误会，然后也会让到对方觉得你的 pattern 就是这样子，你就是不喜欢把问题讲出来，你不要面对，你逃避。但有时候可能是我们不理解对方到底他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像昨天罢了，我就跟一个做生意的他们来聊，他们是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伴侣。他那时候就有跟我说，为什么他的员工跟他这个伴侣做的东西可以是一样，都是大家犯同样的错，可是这个员工呢，他最多只是发一个生气的 emoji 就 OK 了，那可以笑就过。可是为什么他的伴侣呢，他一直放不下？我们就聊到了，就说其实你有没有发觉是那一个 expectation， 他对这一个人的那一个看法不一样。他觉得这一个员工他没有放这么多的 expectation， 所以他觉得犯错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反而他的伴侣呢，他把它放成同样这么高。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在做这个东西，所以呢，每当他的伴侣犯错小事情，还是他很严重。那过后再延伸多一层呢，他再发现到其实他对自己也很严格。所以就是那个问题不是在那个伴侣的身上，对，是自己对，所以他们来找你，然后后来就是通过那个 system 的那个分析报告了解到这一块嘛。对，就发现原来这个人他是很容易就是对自己身边的人还有就是自己要求很严格。当我们一明白的时候呢，其实有些伴侣呢，他们就会道歉，有些伴侣就直接抱住对方，什么都不说。要不然如果你没有把东西讲开，或者是你不理解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对方是故意的，就是你不想要尝试去改变，或者是不想要尝试了解我。对，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发生在我们内在的情况，我们不知道而已。是真的有很多很多方法去解决很多事情，只是真的是看我们要不要尝试。所以你看，就是生意伙伴、情侣、这个我也想了解，就是有这样子的 case 吗？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带着自己的小孩一起来了解。会有，但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爸爸妈妈带孩子来呢，他说他想要了解这个孩子，他觉得这个孩子他不明白，或者是想要他的孩子怎么改。其实小孩子的这一个事件呢，它最大的影响都是跟我们的父母很有关。那如果想要这个小孩子有所改变或者进步呢，爸爸妈妈一起要配合。可是我很好奇，他的小孩是多小，他能够就是顺利的通过这个测试吗？我有一个客户，最小的是5岁。5岁，可是你要叫他念一段文字，就是让他随意的发挥吗？对，他应该看不懂的那个文字吧？那个文字不重要，重要是他发出来的声音罢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只是叫这个小孩子读1 2 3啊 ABCD 啊，只要他会的，或者他啦啦啦啦啦都可以。就会不会有人其实是我就是不要用我正常的声音让你来发现，我就故意扮一些跟我平常不一样的发声，就比如说平时我讲话是这样子，你好，这样子还是能够测试得到吗？还是测试，还是可以，是因为他不是在做这个啊。每个情绪呢都有频率。比如我们说 emotion 这个字其实是叫做 energy in motion， 就是说
能量在动，才是叫做 emotion。一个人没有情绪的话呢，他就无法动了，就好像一棵树这样。他有生命，可是他没有情绪。所以就说我们人类情绪的频率都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面的。当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声音改变都好呢，只是那个 pitch， 可是这个 vibration 还是一样的，这个情绪的还在里面。就好像我们说的嘛，就每样东西它都有一个能量，有一个磁场。对对对，你就算是你穿金戴银，你化了浓妆，它还是没有办法盖着那个磁场的吧？对不对？对。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说很有自信的人，他就可以自然就很美了。我自己心虚，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就是没有自信的人啊，我就会很需要透过一些可能就是化个美的妆啊，还有就是把东西准备好，这个很重要吧，才能够觉得有自信。其实这一块应该在我的报告也看得出吧。对，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没有自信，因为当我们知道过后呢，我们才可以对下一步的那一个解决方案去做。其实我最 care 的那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那个核心情绪。因为我们报告真的很长啦，我的核心情绪要不要跟大家来讲一下？我相信如果你常常有 follow 我，你就知道这个真的好准我自己觉得很准耶，但是知道是一回事要不要改变还是要看回自己，好吗？那你自己要读一读吗？OK， 我的核心情绪呢，其实在我看到这个报告之前，应该是我差不多2-3个月前，我也自己去发现自己，就去了解自己为什么每一次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焦虑情绪等等。然后我还跟我 producer 分析过，就刚才有讲过，然后真的是有显现在这个报告上面。焦虑和害怕失败，其实我跟你遇到的是一样的。然后呢，害怕失败也可能导致固执，也害怕被批评，过度的理智分析合理化，而导致害怕失败的发生。这是真的我需要面对的问题。那当然就是因为我平时就是蛮在意我自己本身的一个表现，还有我自己本身的整个内在的变化，所以我自己会去分析。但其实真的有太多人忽略了这一块。对， That's why 我们需要有一些帮忙。OK，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一块，你会给我什么建议呢？应该也是可以跟回你自己讲的这件事情。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最简单的或者是最快速的，我们都会说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很害怕被批评很害怕失败呢？最大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拿这个时间在我们的生活上，有没有去认同一下自己，爱一下自己。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摄取外来的那一个认同，那么忘记了其实全世界人都可以不说，但一个人他不可以不说，就是自己跟自己。就我们可能在外界我们已经接受的那些 judgment 批评已经够多了，如果我们每一天还是要给自己很多的这个评语，或者是很不好的一些负面的评价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就是有时候自己做错就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笨，是因为我们会忍不住要讲这些话，但是你讲完了，你一天下来之后，你有没有好好跟自己和解？这一块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一直要往外求，我们往外求能够求多少？我们最主要还是要跟自己沟通，然后自己了解了自己有这个问题之后，自己要解决，自己要抚慰自己，对，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说我们要先接纳自己，不是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说我就是拖延的啦，我接纳自己拖延，接纳自己的拖延是说我明白我有这个拖延的问题，那我们要去找为什么我会拖延，然后解决了，我们才可以进步。对，而不是说好我接纳自己，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就这样把所有东西放一边，又不是。所以你看这一块其实是蛮深奥的，对不对？那个系统上面会不会给一些就是建议要我们怎么样去做？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需要的。对，那建议它是会有的。那在这个过程最重要也是那个咨询所以当咨询当中我们会找出来什么是根源，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些什么东西来去做一些小调整去改变。那到最后呢，
我们还是说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有没有意愿想要去做这个改变。是啊，因为你看东西都出来了，但是你要去实行的人还是那个主人翁。会不会有一些人就是他因为没有改变，然后他就一直想要上门来找你再做一个分析，你再帮我分析一下我最近又怎样，变成是一个依赖了。如果面对你这样子的一个客户怎么办？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呢，我都不会再继续让他一直这样做下去，因为首先一定要先去了解为什么他一直不改变这个重点因为依赖性我们懂，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明白他需要的就是一个支持，可是这个支持不一定是可以用来延续的很久的。对，可能支持只是一下子。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再去进步我们自己的，我们也会给更多的课程啊，去让自己去怎么样去进步啊，就让他有一个路程去做。对，不能是一昧的依赖啊。对，有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找到一个朋友，然后我们一直跟他说同样的问题，那朋友已经也是给我们一些建议啦，但是我们不改变，我们就一直在跟他讲，只是依赖他。我依赖有一个人可以听我们诉苦，那也不是一个办法，那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式，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还是要自己去把这件事情处理一下。那好像是有一些可能他的那个心情已经是到了一个谷底啊，可能就是已经是完全是没有情绪，反而是没有情绪有时候会让人害怕。对，他们来找你然后做这个测试的话，也测试得出他其实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吧？对，是测得到的。那通常比较严重的呢，我们还会建议他去用我们叫做频率疗愈法。那这个频率疗愈法呢，它是帮我们的这个频率平衡回去。它确实是可以以这个方式来帮自己更快的透出来出去这一个状态。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疗愈法。因为我们其实在市面上或者在网络上都会看到一些什么可以疗愈啊，或者是治疗我们自己可能身心不舒服的一些状况嘛。那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东西吗？比如说我们会在 YouTube 里面听到一些 frequency 是舒服的有些 frequency 是帮助睡眠的确实是会有的，这它有帮助的。可是会不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同样的一条音乐来做一些舒缓呢？对，它的分别就是说我们在 YouTube 找到的呢，它是我们叫做 general 的一个frequency。那有些时候我们也测不到它的 frequency是不是他所说的那个 frequency， 因为我们只是听罢了嘛。所以在我们这边呢，我们也是给这种频率的时候，我们是给特制化的，就是这个是 customize。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的那个问题在哪里，那我就专门做一个适合你的 vibration。对这个很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自从你做了这个情绪工程之后啦，还会不会就是出现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可能到了一个巅峰之后又在下滑，会不会再出现同样的问题，还是有所改善呢？那其实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尤其是很多人都会问那你是情绪工程师这样你的情绪是不是很 perfect 啦，是不是很稳定嘛？那到最后我们还是人，我们的情绪还是在，还是会波动对，可是我们可能没有展现出来的原因不是我们没有情绪，只不过是我们很快意识到了，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调整。好像没有吧，其实里面也有。那回来你那个问题顶峰我还是会有我很清楚懂我的来的时候那个恐惧又来了，我明白了。那可是这个时候我就会跟这个情绪说老朋友你又来找我了，你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东西？那过后我可以跟他说不用怕了，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就不像是以前可能就是会想我不要做了我要放弃，就不会用太极端的方式去处理面对的这个情绪了。因为当我们不明白这个感觉的时候呢，这个大脑就跳出来，它就给回我们那个3个模式，打逃或僵。所以以前的保护意识，对，我以前的模式是逃。所以当有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我可以逃，所以我就可能不面对这个事情了，我逃避啦，我躲起来了。所以这是我意识到的这个东西。当我开始明白的时候呢，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反而这个模式不出来了，我反而是好像接纳了这个情绪。所以很多时候我要让大家知道有情绪不是个问题，
当长期留在情绪里面才是那个问题。留在某一个情绪，对，这个就带我了。那想问一下，其实就在情绪工程这一块，你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最大的挑战我能看到的就是还是会有人不想要去明白自己，因为去了解自己会是一个我们可以讲蛮痛苦的，有时候因为我们要将我们这么多年保护起来的这个保护层一层一层，对，这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可是为什么一些人会想要了解呢？因为在他不想要被撕开的时候，外面的东西发生了，还是被撕开了，没有办法的没情况办法了。下，可是这个时候呢，是不在你的控制范围里面被撕开，其实这个痛苦呢是更痛苦的。就比如说好像我那时候的不想触碰这个逃避，也是我在逃避的，对吧？可是当我面对到很大问题的时候，我不去面对，我没有解决，导致到我的名誉也不好，对吗？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了更大的痛苦。怎样都必须要撕开了。所以主动和被动看你要怎样选哦。对，你要等到你的那件事情变得严重了，你才想要解决，还是你发现了问题，你赶快主动去解决？对，你自己选择。对，就好像一个屋子这样，现在你懂了，屋顶已经穿洞了，流水了，你要在大热天做呢，还是你要在下雨天去修补？对，但如果是再严重一点的话，你们还是会建议他去咨询医生，去做一个真正的治疗，对不对？对。我还有个问题耶，就是刚刚我的 producer 有讲的，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想要知道自己，有的甚至是可能会去做一些什么基因检测啦，最近很流行什么你刮一下你的那个什么嘴巴里面那个口水，对，就可以去做一些 DNA 检测。那这个情绪工程它跟那个 DNA 的检测是一样的吗？会有相似之处吗？其实因为这些都是资料嘛，其实它也可以有这个 DNA 的资料。当然我们今天你看到的这个是属于是情绪的，那如果你要先了解要看 DNA 的，我都会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他是专做健康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想要更了解，因为我们真的如果那天我才跟他讲了，我们如果要聊这一块，我们应该可以聊3天3夜。所以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其实可以直接去询问 Logan。怎样？你的 IG 做出来有没有？在进行当中。好，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我会把就是 Logan 的电话还有这个资料呢放在我们的资讯栏，可以直接去找他来了解更多。那想要问一下 Logan 呢，如果你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在你接触到情绪工程还有接触到情绪工程之前是一颗橙的话，它是什么味道？对，你整个转变。我以前这是我本身的，一直觉得我以前的橙是苦的，那现在才开始感觉它是甜的，可是我不会去觉得之前所发生的东西是不好，因为如果今天我没有之前的这些经历，那我今天我无法跟我的所有的客户一起连接。我发觉了，其实我之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准备我现在做的这一切。就如果没有那些苦难的话，我可能今天就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一块，也没有办法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这个可以帮助到大家。对，所以就是以前是苦的，现在是甜的。太好了，希望以后未来的Logan 可以变得甜而不腻，然后还有就是分享更多的那个 juice 给大家。OK， 我们非常谢谢 Logan。好，谢谢。